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红豆呢营养丰富，但是吃法也有很多种。今天就用红豆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。首先准备适量的红豆，倒入1大碗生水，下手抓起一下，洗去红豆表皮的灰尘和脏东西。清洗干净以后，再次倒入1碗生水，给它浸泡一会儿。准备一个小碗，在里面加入300克低筋面粉，加入大概3克左右的酵母粉，加入1大勺白面糖，增加底味的同时还可以促进面粉发酵。接下来我们用生水来和面，倒入155克左右的生水，边倒边搅拌，先在碗中搅拌成一个大面絮状，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啦。把筷子丢在垃圾桶里面，用清洗干净的左手揉一下，在碗中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，大概揉搓3分钟左右，揉至盆光手光面光就可以啦。面团粗糙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扣上一个帽子，找一个太阳净化至2倍大。现在的红豆也泡得差不多了，每一粒的红豆都吸足了一点水分，像这样就是可以啦。简单的抓起一下，把浑水给它控掉。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红豆倒入锅中，倒入一点清水，加入3大勺白面糖增加甜味儿。先开大火来煮一下，把锅中的糖液煮至融化。这个是煮至半分钟时的状态，锅中的水分已经完全烧开了。我们继续开大火熬煮，把锅中的水气熬干。中途我们一定要用铲子不停地搅拌着，这样可以让红豆在锅中熟了均匀，可以更好的熟透。这是2分钟时的状态，这个时候锅中的水汽完全炒干了，我们转成文明火继续来炒制，把糖液炒成焦黄色。这个是翻炒6分钟时的状态，锅中的糖液呈现焦黄色，像这样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焦糖味非常的浓郁，出锅，放在碗中自然降温。现在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把保鲜袋给它取下来。面团发酵的非常好，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。把炒好的红豆倒进来，撒上一点干面粉，防止粘连。下手揉一下，把红豆和面团揉合均匀。感觉粘手的话，可以多撒点干面粉防粘，这样操作起来就比较方便了。最后揉成一个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啦。案板上多撒上一点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在案板上，把面团揉光滑。把面团和红豆揉至均匀，揉面2-3分钟。揉圆以后放在案板上，再用擀面杖擀一下，擀成一张大饼。这个饼的薄厚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。最后擀到这个饼的薄厚度呢，差不多是红豆的厚度。利用一个擀面杖，用刀切几刀，把面片切断，再斜着切一下，切成一个小三角就可以啦。以此类推，切成小三角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把它分开，防止粘连在一块儿。然后倒扣过来，给它翻个面儿，刷上一点薄薄的清水，从底部向上给它卷起来。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，像这样一个小生坯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以后，直接放在蒸锅里，盖上锅盖，常温醒5分钟。醒好以后，打开盖子，体积明显变大了许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里面是一个蜂窝的状态。刚从鸡窝里面偷了一个鸡蛋，打入碗中，用尽全力把蛋黄取出来。放在一个小碗里面，用刷子给它搅散，像这样就是可以啦。刷在生坯上，增加颜值的同时，吃起来也会更加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撒上一点黑黑的白芝麻点缀，又香又好吃。盖上盖子，直接放入锅中，上气以后大火蒸18分钟。蒸好以后，每2分钟再打开盖子，这样可以防止塌陷和回缩。用手轻轻的按压下去，可以看到立刻弹起一下，这样就是熟透了，非常的松软。底部呢放了油脂，所以很轻松的就可以取下来啦。用手使劲的捏，非常的松软。外观的话真的是和牛角包没有区别，吃起来比牛角包还要好吃哦。我们还可以再放点黄油，口感也会更加好，有着非常浓郁的红豆香气和鸡蛋香气。关键是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里面的红豆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。红豆呢不要总是煮粥吃了，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样的做法。香甜绵软，非常好吃，光看着就非常有食欲。这个面食呢，在我们餐桌上是每天必备的，因为是发面的，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钟，辛苦一下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